3DO。欢迎收看毛暴龙新一期视频。要说深渊号角里面新增官图最好玩的是哪张？那么毫无疑问就是随机性与趣味性并存的朝旋。作为毛暴龙的代表作之一，朝旋无论是节目效果、随机性还是大兵团决战都无可替代。在这张地图里面可以选择6个阵营，每种颜色有2个出生地，一种是主城卫，它和你选择的派系一样，但这个位置的城镇没有建设堡垒。另外一个就是随机位，他们的城镇是完全随机的，每一个位置除了地形宝物差距之外，他们各自有一个先知小屋，有一个监狱，还有一个潘多拉宝盒。在朝旋这张地图，任何野怪都是完全随机的，有可能这一局堵路的是小怪物，下一局就是大天使，当然也有可能这局城外面是神域之冠，而下一局就随机到一个火眼人。总而言之，这是一张完全看脸的地图。这张图里面敌人不仅有超过归隐田园的火星兵，而且可能会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之内四维膨胀到好几十。设计这张图的作者堪称鬼才，除了地图的本身随机性之外，一些万浪费英雄也在朝旋这张图里面获得了加强。你像皮克杰姆、特洛萨等人都获得了加强，初始的技能也变了，就比如现在的老痞初始技能是驯鹿加剑术，原来的深渊号角里面驯鹿术和原版效果一样，但考虑到朝旋禁止飞跳，地图上的沼泽沙漠很多，这就使得驯鹿术在这张图里面很有用。而新版就更不必多说了，后勤人称小驯鹿，再加上皮克杰姆还有一个剑术，所以说在朝旋里面想玩塔楼，老痞绝对是塔楼最适合首发的英雄。前几天呢，我收到这样一条私信，上面是这么说的：龙哥，你上次推荐的电动牙刷真的有2把刷子，刷完牙之后真的好干净，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想给我爸妈也带一支。哎呀，这位兄弟的想法好呀，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我自己去年7月份开始用了之后，刷的确实特别干净，这不我又让萌芽家给我爸寄了一支，我爸用完之后直呼好，真的好用。本来我妈真的怎么都不用，但是我爸拼命劝她用，我妈用完以后一顿夸，高科技就是高科技。所以还没用电动牙刷的兄弟们，你们就听我一句劝，赶紧去买一支，自己用得好也可以给爸妈买一支。当然肯定有兄弟会担心，这电动牙刷是不是智商税？真的这么有用吗？真不是智商税，真有用。不信来大家看这本主讲牙病预防的牙医读的教科书，上面说了电动牙刷优于手动，还有一本也是牙医教科书，上面也说电动牙刷具有明显优势。大家想一想，如果真的对牙没用没效果，你说这么权威的这么专业的教科书还会推荐大家用吗？大家再想一想，如果手动牙刷有用的话，我爸妈还会花几百块几千去看牙吗？不会啦。所以还没有用电动牙刷的兄弟真的别犹豫了，别纠结了，不管是自己还是爸妈，真的劝大家都应该用电动牙刷。那电动牙刷款式怎么选呢？如果大家只想要个入门，就选我老妈用的那一款萌芽家的星光款，特价才99元，99也有1个档位3个模式，而且99萌芽家也包我们用2年以上，2年内换了免费给大家换新，2年以后换了半价给大家以旧换新。当然大家想要好一点的，就选我和我爸在用的萌芽家星耀款249元，这款牙刷可畅销了，我看好多颜色都断货了，买的人特别多。5大模式，我充一次电，从7月份用到现在，充一次电据说能用240天，这续航长不长？长。从刷牙效果来讲，99的跟200多的都能刷干净牙，当然249也是包大概用2年以上，所以说款式大家随便选，但是我觉得不管买哪一款，跟看牙的费用来比都是很便宜的。像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蛀了一颗牙，竟然花了5062元，这5000多要是买我妈用的星光可以买50多支，每支用2年100年都可以用了。买电动牙刷绝对是花小钱省大钱的好办法，还没买的兄弟们赶紧去评论区领券，券后价保证最低，买贵的可随时退差价。这里可能有朋友要说啊，老痞很强，但是我选索爷。不好意思，索爷在这张地图里面是一个监狱将，游戏里面一共有12名监狱将领。咱们本期视频的重点就是来介绍一下这些硬核狠人。首先是红色随机位的地马，配局的侦察换成了抵抗力。这张图里面你升级是学不到抵抗力的，只能学到干扰术。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火与特，地马开局还安排了一个高级魔力，并且放出来之后他就带着一条紫龙。不过考虑到朝旋里面你选择主将在出门的时候会给你增加4维，还会给你硬塞一个外交术，所以说朝旋这些监狱将一般是当做副将来培养。地马初始的流星雨伤害就有287，搭配上他超高的力量成长，到了后期伤害毁天灭地，只不过他身上没有土球，在另一个英雄身上。红色主城卫的监狱将米利安，开局100个盗贼送一个望远镜，后勤学没有了，换成了航海术。
像这种将领在朝鲜里面就是让你早点下海的。朝鲜这张地图不仅陆上资源丰富，海上的资源也一点不含糊。100个盗贼售价1万金币，而前面地马的子龙虽然也要1万金币，但是还需要8个宝石。所以说在初始兵力方面，米利安处于劣势。他在这张图里面定位就是一个侦察兵，帮你前期开图用的。至于当主将打硬仗，还是交给你主将来吧。蓝色主城卫的监狱将阿德拉，开局终极驯鹿、终极智慧、终极水系。朝鲜这种大兵团决战，水系非常有用，圣杯、祈祷、疗伤都是必不可少的。阿德拉开局的技能也没有任何毛病，但是他本人厉害，开局的部队却是个弯囊废。他只带了15个钻石人，尽管从价格来讲也超过了1万金币，但钻石人的性价比大家懂的都懂。像这样的部队怎么能打仗呢？开局的魔法除了圣杯之外，还带了一个召唤水元素，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朝鲜碰到敌方阿德拉的时候，他会疯狂的召唤水元素。阿德拉是玩大兵团决战的，只要你能保证在前期有充足的时间发育，不会让敌人追到满世界跑，那么你选择这个位置准没错。蓝色随机位杰里米，捷大炮在朝鲜里面不能叫捷大炮了，应该叫捷巨炮。开局8点攻击，高级炮术搭配剑术。部队方面是15个超级肉的鱼人，想玩炮车的话就选择蓝色随机位。朝鲜里面这些监狱将每个将领的定位都是不同的。看了这期视频，摸清了监狱将的分布范围之后，你想玩什么样的将领就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位置。开局的魔法是反戈一击，但是捷巨炮没有气息。朝鲜有大量的海水，而且禁止飞跳，所以说这张图里面学习气息的优先级还不如水火。杰里米开局的反击也更像是一个凑数的，不过好在他毕竟有一本魔法书。说到这个魔法书，褐色随机位的希瑞尔也有话说，之前的我虽然有一本魔法书，但是知识只有1点，到了朝鲜里面就不一样了，咱10点力量4点知识。单看希瑞尔这个属性还有15个火蝶的话，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神将。但是经过对比，咱们发现人家地马开局流星火雨没有土球，而希瑞尔这个地狱烈焰特开局带了一个火球，也就是说你这个地狱烈焰特得拿个火球才能和地马掰手腕。朝鲜里面是禁止末日审判的，所以说希瑞尔开局带个地狱烈焰就是想让你玩火球爽一点，但这所谓的高伤害则只有214，地狱烈焰则只有231，也就是说终极魔力、终极火系外加一个火灵球，伤害才只有这些。不过好在希瑞尔在这张图里面能够烧到好几个目标的话，伤害会比连锁闪电高一丢丢。更重要的是人家开局带了15个火蝶，火蝶真的就是万金油，小图、中图、大图乃至朝鲜这种图从来没见过他在哪张地图里面会丢份。而希瑞尔呢，在火灵球的加持之下也变得可堪一用，所以说想玩火系就选希瑞尔。褐色主城卫艾许，设计师是非常喜欢艾许这个英雄，除了在朝鲜监狱将里面艾许赫然在列，在炼狱寒风里面他也是主角。既然是主角，开局就肯定不能带个鹰眼术，于是艾许摇身一变，开局终极火系、终极战术、终极智力。在地狱用个嗜血可能不中用，在一些需要拼刺刀的派系里面，嗜血特还是有一定含金量的，并且人家开局带着丧心病狂。褐色就是为火系而生的，如果你想玩地狱烈焰，那就选择希瑞尔；如果你想丧心病狂，你就选择艾许。除了开局的魔法非常制冷之外，20个魔法法师也不跟你嘻嘻哈哈。新版本里面嗜血特获得了极大的加强，就算和阿德拉相比，大兵团决战的话，艾许也丝毫不落下风。绿色随机位艾玛，开局30个桥梁怪，售价15000金币，和艾许一样。但是这个桥梁怪打仗的话，也就能欺负一下小野怪，你在大兵团决战里面完全没有用。作为一个高贵的转世重生特，艾玛丢掉了学术，换成了防御术。开局还带个终极土系，随身携带的土灵球并不可以增加转世重生复活的生命值。绿色虽然地理位置不是很好，但是在监狱里面可以请出这样一尊神，还要什么自行车呀？尽管艾玛的属性设置非常的保守，转世重生一开始也只能恢复230点生命，但这都不叫事儿，神将是需要慢慢培养的。无论怎么讲，开局终极土系外加转世重生，优势在我。绿色主城卫富尔，在朝鲜里面不知怎么地，你像老痞富尔这种英雄智商非常高，作为一个敌人，我不止一次的怀疑富尔就是由人类扮成的。而如果当友军的话，航海特还他妈高级航海术，颇具浪漫主义气质啊。和米利安不同的是，富尔的这个位置位于角落，
运气好的话，前期没有什么敌人来骚扰。如果再搭配上它高级航海术的话，尽快下海捡一个好东西，或者抢滩登陆抢占一个空城。开局的45个水元素也可以帮助你有效的清理小型野怪。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家伙开局只有1点力量。看来作者就是想让他老老实实当个侦察兵，当主力的话还是大可不必。橙色随机位索姆拉，朝玄的这些监狱将，说实话都是响当当的响当当。虽然说在朝玄你玩其他英雄不需要学个气息，但是索爷就不一样了，人家雷电法王不学气息怎么行呢？并且连锁闪电是所有伤害性魔法里面唯一的一个你学到相应魔法它能完成一点小质变的法术。当你没有气息的时候，它只能炸临近的3个目标，但是在学到终极气息之后，它能炸临近的4个目标。从这一点上来看，它比末日审判、雷鸣爆弹这种单独增加伤害的要厉害不少。并且索爷开局带25个神怪组，尽管25个神怪组打不过15个火蝶，但是咱索爷的质量和希瑞尔相比那是小有差距。朝玄的监狱将涵盖范围非常广，想玩气系选索爷，想玩土系伤害法术选地马，想用一下地狱烈焰这个完囊废就选希瑞尔，想用圣杯想玩水系的话就选阿德拉。如果你对四系魔法不感兴趣，在朝玄里面就想走得快的话，就选橙色主位的凯琳。作为一个后勤特，开局高级后勤外加终极驯鹿，开局的剑术放在塔楼眼里也是香饽饽，尤其是在新版本之后驯鹿术获得加强，现在的凯琳只能用残暴来形容。并且人家开局带了骑士手套，而且还有30个幻影射手，跑得快伤害高，开荒也没有问题。橙色位的2个英雄确实是非常支棱，只不过凯琳虽然有本魔法书，但里面1个魔法也没有，单纯就是人家都有我没有，说不过去，我给玩家省500块钱。如果说橙色是最强杀伤性法术特和最强后勤特，褐色是2个火系魔法大师，那么紫色的2位则都是深渊号角里面绝版英雄。第一位索格灵，开局带一个水晶龙，在所有监狱将里面属于兵力最雄厚的一个，初始自带抗魔项链外加高级抵抗力，玩家用可能觉不出足够变态，但是他一旦成为敌人，什么老痞之流只图一乐，真要恶心玩家还得看索格灵。抵抗力有的版本是高级抵抗力之后提升 15% 的魔抗，但是在原版的后续版本里面，抵抗力概率变成了 20%。 玩朝玄的话，一定不能让敌方的索格灵大叔发育起来，一旦发育起来，他再带一个禁魔披风，再带一个湮灭戒指，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如果玩家选择这个位置的话，开局给你白送一个水晶龙，当一个兵力提供器也非常合格。最后一位更是重量级，全游戏里面最强的兵种特，深渊号角的限定版体验英雄凯瑟瑞。在朝玄这张地图里面，死神靴是禁用的，这就使得在朝玄里面你无论如何也组成不了鬼王斗篷，并且招魂术被砍了之后，你辛辛苦苦滚出几百个骷髅，在敌方的海量火星兵面前也是不堪一击。所以说在朝玄里面鬼族是偏弱的，凯特瑞也就相当于给鬼族开了个小灶。这个小灶有多么夸张呢？不仅开局的兵力价格超过了2万，并且高级招魂、初级土系，还有一个在朝玄非常有用的智力。这还不算完，凯特瑞人家开局带了一个巨灵骑术，可以说你只要选择这个位置，就算是不玩鬼族也能体会到招魂术的变态。在朝玄的监狱将里面，后期强将最强的索爷、地马、凯特瑞，而阿德拉虽然后期也很强，但是在朝玄这个地图里面，前期的战斗过于惨烈，如果你积攒不出足够的部队，那么阿德拉的祝福也就聊胜于无。另外一点就是凯特瑞在深渊号角里面是默认隐藏，就像战役的将领一样，它并不代表深渊号角就没有这个将领了，拿编辑器随便一调，人家就能重新上岗。深渊号角里面新版本的朝玄也没有改动，作为魔暴龙还有众多观众最喜欢的地图，咱们有必要专门出一期视频来介绍一下监狱将。就像魔暴龙朝玄打了这么多回，也是在录视频的时候才知道凯琳居然是一个监狱将。朝玄的这12个监狱将由于定位不同，所以说也没有办法排名。这张图如果你拖到4月的话，敌方的部队堪称天文数字，所以说在朝玄里面伤害性法术并不是很有用。4系魔法学习的优先级大概是土、水、火、气。以后呢，如果有时间也会专门出视频来介绍一下游戏里面好玩的官图。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谢谢朋友们。